現在倒好了，敢公開反駁明亡之後無華夏的人，反而要被罵成漢奸了。據說現在連唐朝都快要被開除中華籍了。這些軍部政客要是早知道在中國人中天然就有一大群人对自己的歷史這麼狠，怕是要感嘆生不逢時了。如果你要問在日本國內看不起中國的聲音是什麼时候開始從小众出圈的，大多數人可能會說是甲午戰爭或者早一些的明治維新。但如果要我說的話，我會說是1799年，而當時持这派思潮的日本人認為從1644年清軍入北京，明朝滅亡開始，中國已經徹底衰落，淪為被殖民地，這就是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受眾極廣的1644史觀。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套觀點的綱鼎之作，1732年和1799年出版的2本給日本官方的調查報告。這裡是花散里，喜歡這樣的內容別忘了先點讚訂閱喲。首先最重要的一本叫《清俗祭文》，寬政7年到9年，中川忠英擔任長崎奉行。當時日本也是閉關鎖國，名義上只開了長崎一口通商，當然實際上還有3個半特區。總之長崎奉行的工作就是涉外事務的具體執行，海關、貿易、留日外國人管理、海外情報收集，這些都是他的日常。中川忠英上任之後，就派近藤重藏帶着中文翻譯去找清朝来的商人做問卷調查。這位近藤重藏是當時日本頂尖社會研究者，7、8歲就熟讀四書五經，17歲已經可以開塾授課，5次親自進入夏夷地實地考察阿伊魯人和俄羅斯人的情況。除了這次受命調查中國民俗，也參與對越南和荷蘭的民俗調查，終身成書1500卷。總之這次調查中國也是非常專業的。由於當時中國民間的語言並不統一，因此調查的都是到達日本的福建、浙江、江蘇人，因此按照當時日本人的理解，實際上是在調查閩東、閩南以及吳地的民俗生活。這個問卷的顆粒度非常細，一年裡過哪些節日，每個節日怎麼過，家裡房子什麼格局，灶台怎麼樣，私塾裡學生怎麼向老師行禮，婚喪嫁娶的全套流程，官員衣服是什麼樣式，普通人家裡生孩子等等，不一而足。問完之後，中川忠英又找來畫師團隊，讓他們按照清朝商人的口述把能畫的都畫下來，再拿着畫去找中國人確認是否正確，不對的就重畫。這個流程放在今天也足以寫進社會學方法課的教材了。最後到寬政11年成書，全書總共13卷6冊，圖文各占一半，匯報版本中圖片甚至是上了色的。它細到什麼程度呢？記錄洗漱的原文是：男女洗臉之前都把袖子捲起來，免得弄濕衣服，還要留意不把水濺到前後，吃飯要當心不弄髒衣服，走路要小心不沾泥，幹活的時候把外套脫掉只穿小衣，腰帶束緊，追求行動方便。也會和日本對比，寫江南人下廚酒放得多，醬油放得少，口味偏淡，因為當時日本人自己的醬油用量大。全書門類包括的年終形式、居家、冠服、飲食、旅學、生誕、冠禮、婚禮、賓客、羈旅行禮、喪禮、祭禮、生徒，從一個人怎麼出生排到怎麼下葬的一生都有專卷，細緻到早上起床的流程都記錄了。寫書洗完畢，穿着便服在內房的椅子上坐下，先喝茶抽煙，然後拜家廟和佛神，等全家人都起床了再一起吃早飯。你大概会覺得這也太瑣碎了，一個人洗臉先捲袖子有什麼好記的？問題恰恰就在這裡，我們自己是不會記錄自己怎麼洗臉怎麼走路的，這些事情日常到了根本意識不到它的存在，會記錄這些的只有外人，他們才會覺得這是特別的事。所以我一直說培養寫日記做簡報的習慣非常重要。人就是會遺忘和忽視自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而簡報和日記可以幫你回憶現在以為的理所當然中有多少曾經不這樣認為，甚至曾經認為絕不可能。人畢竟是要在經驗教訓中成長，如果連變化都感知不到的話，談何經驗教訓呢？話說回來，書裡有一條我的印象比較深刻，說當時江南的財主辦婚宴，最怕的不是菜不夠，是乞丐上門鬧事。於是他們會提前派人去找乞丐的頭領塞一筆錢，乞丐頭子就會給他們一張帖子貼在大門上，乞丐們看見帖子就會自覺繞道。很有意思的微觀生活民俗。我也比較好奇，如果貼了帖子還是有人上門的話，又要去找誰來擺平這不守規矩的乞丐呢？更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的序言直接表達了我在視頻開頭的意思，也就是1644史觀。大體的意思是，本書裡記載的清國風俗已經變成一人習氣的占了2-3成，不過由3代聖王傳下來的，然後經過漢唐宋明流傳下來的東西，倒也沒有被中國人徹底忘記。而我們日本這邊，當年從中國學來聖人禮樂之後，一直好好的保留着，直到今天民間也還照着做。
這種觀點呢，本身在日本也有個專有定義，叫做華夷變態。華夷變態這個名字取自同名書，就是視頻開頭說的1732年那本，編者是幕府的儒官林娥風和他的兒子林信篤，也是在長期訪問中國商人、記錄風俗、向幕府匯報的書。和親屬祭文不同，這本書主要的目的是記錄中國風俗隨着時間的變化，收錄範圍從崇祯吊死在老歪脖子樹上的1644年開始，一直到1717年，以中原是否有可能恢復中華為主題，對商船進行採訪，最終成書35卷。華夷變態在1674年時的序裡就寫明了全書觀點：崇禎登天，弘光獻魯，唐魯才保蘭嶼，而韃虜橫行中原，是華變於夷之態也。當時是清朝三藩之亂的高潮期，吳三桂和郑經在南方襲告各省，所以林娥風在序中也說，如今吳鄭有恢復的舉動，勝負尚未可知，若復有為夷變於華之態，則眾議方域，不亦快乎？雖說是在表達希望恢復漢族中原政權，但是這個語氣看起來，他認為至少在當時，日本要比中國更中華正統。總之，因為作者是這種觀點，書中也記載了鄭成功家族幾次向日本求援的記錄，以及經常會出現不同時期的中國當時有多大的可能推翻清朝的論述。到三藩之亂平息，施琅收復台灣之後，華夷變態的熱情明顯逐漸消退，慢慢接受了清朝作為穩定中原王朝的事實。追蹤匯報也記到1717年為止不再更新了。從1644年到1717年，73年，35卷，能問的商船，他們團隊基本都問遍了，最終得到的答案是沒有推翻清朝的希望。華夷變態的思想傳播過程中，日本精英越來越覺得中原王朝不再能代表中華，相反，日本才真正傳承了中華文化。比如三鹿树行所寫的中朝事實，中朝已經是指日本的。他对中国的論點大致是：中國雖然自稱中華，但是中原王朝統治者一直在變，陳弑君、子殺父的事情從來沒有斷過，君臣之義早就名存實亡。而日本天皇萬世一系，外夷蠻族從未征服日本。按儒學標準比，智、仁、勇，現在看來是日本比中國更像聖人想要建立的國家，所以真正的中朝在日本。当然，这本書一般被定性為國粹主義著作，認為他提出這種觀點，並非出於當時人的普遍認知標準，而是國粹主義。主要是因為它太早了，要是晚個100-200年的話，這種觀點就會被認為是當時日本人的普遍思潮了。說起來，這個過程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日本人逐漸認為日本當時才是中華正統，主要主張的是中原王朝的文化傳承在蠻夷化，而日本自認繼續按照孔孟之道行事。那這個標準本身確實是可以的，孔子本身就主張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近於中國則中國之。其實不止孔子，後來到了戰國時代，各家大體都是這麼個態度。也就是說，中原文化或者說漢族文明本身就是文化大於血統的，是一種文化決定身份的文明形式。但是日本當時這個思潮，我們又可以看出，其實日本人不是真心這麼認為，更像是一種造宣稱行為，但是它不是官方主導的。他們真正最大的論據就是滿清入關，其實是潛意識中認為中原文化在血統上傳承受挫，然後才找論據，想要證明中原文化在文化上的傳承也受挫。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現象，像春秋戰國的一些事情上，對外族的定義方式也非常相似。諸子百家那些聰明人能夠理解當時已然成型的中原文化是文化大於血統的，他們也有能力說服大眾接受這個事實。但是無論到了哪個時代，自稱自己傳承中原文明的人們，最終社會思潮決定這方面的方向時，還是血統大於文化的。中國歷朝以及朝鮮、越南在這方面大體也是這樣。孔子那句夷而近於中國則中國之，2000多年裡被人引用的時候，10次裡面有9次都是用來證明對面不是中國，剩下的那1次用來證明自己是。當然，回到日本的華夷變態思潮，嚴格的說，很難認為日本當時真正就嚴格傳承了中華文化。江戶日本的禮制其實在系統設計層面頗為複雜，形成江戶社會最主要的5家法度、侍寢制度、參勤交代3大制度，跟3代聖王禮樂都沒有什麼關係。在實
實際執行上也是學了外儒內法的精髓，而且對外面這個儒進行的魔改更猛。畢竟魔改了幾千年之後的當時中國，好歹還是名義上以孔孟之道為基礎，雖然實際要求遵循後世釋經大於遵循原文的意思，但當時的日本直接就是以朱子學為基礎，這恐怕連外儒都很難說了。參與了這個思潮的日本文化工作者們，他們做的其實是拿儒學的詞彙給日本本土的秩序重新貼了一遍標籤啊，貼完之後就以為這才是原裝貨了。至於明朝人實際過的什麼日子，那本清俗祭文裡記的洗臉捲袖子、乞丐送帖子，其實非常接近明朝的生活方式，但是書中解釋成了夷俗，而且還是因為代表中華的明朝滅亡了之後才沾染的夷俗。但是明朝人的生活本來就一直都是這些夷俗的，那这种对改朝换代舆論的定性處理方式，這方面日本人倒是真學到精髓了。同一時期，朝鮮半島也在搞華夷之變。李朝在明朝滅亡之後，把清朝叫做夷，認為中華正統在朝鮮，這個思潮叫做小中華思想。而朝鮮人認為日本人不是士農工商，而是兵農工商，不合儒學教義，屬於蠻夷之地。到清朝時才建立的越南阮朝，也認為自己才維持了中華文化的傳承，認為自己是華，周邊都是夷。所以當時的格局大概就是這樣：日本說清朝不算中華，朝鮮同意前半句，但是認為中華在自己這裡，順帶覺得日本連士農工商都排不明白。越南則在南邊宣稱自己是華，周邊都是夷，而這個周邊也包括了清朝和朝鮮。清朝呢，就繼續按照華夷的名分給朝鮮和越南發冊封文書，兩家倒也照收不誤。四家在思想上沒有一家承認另外三家，但是在公文上還都用同一套詞。總之，日本當時這套思潮傳到近代影響就大了，當時的一些提法幾乎成為了後來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基礎。1912年，乃木希典為明治天皇殉死。殉死之前，他以學習院院長給學生授課的身份去見了後來的昭和天皇。他給昭和天皇選了2本書，一本是山宅觀瀾的《中興諫言》，另一本是上面提到的三路塑形的中朝事實。大約15年前，中文互聯網上流行過討論崖山之後無中華，明亡之後無華夏。當時我說，從漢族最推崇的精神來看，確實宋之前講俠義，元之後講吃苦耐勞，所以宋朝滅亡的確是中華文化的一次大轉折。但是元朝算過渡時期，所以不能說崖山之後無中華，只能說崖山之後越來越不中華了。但是華夏傳承從未斷絕啊！當時我這種主張被噴為漢奸，現在倒好了，敢公開反駁明亡之後無華夏的人反而要被罵成漢奸了。據說現在連唐朝都快要被開除中華籍了。近代日本人宣傳大東亞共榮圈時，好歹還說漢唐宋明是中國的輝煌時刻。這些軍部政客要是早知道在中國人中天然就有一大群人對自己的歷史這麼狠，怕是要感嘆生不逢時了。但是我覺得吧，日本軍國分子当初宣傳華夷變態，當然是為了殖民剝削和控制中國土地上的人，總不可能是真的為了恢復中華吧。中華帝國自己的暴君一樣會宣傳自己的正統性，也是為了剝削和控制中國土地上的人，內殖民或者外殖民，对於被殖民統治的人都一樣，都是破壞三代聖王禮樂。所以孟子說：“聞朱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三代聖王禮樂的傳承一定包括了以道弑君，不可則止，包括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軍國日本自稱中華正統，和中華帝國的皇帝們宣稱中華正統，我看都是為了統治正當性，追求的是即使自己犯了大錯，也只需要罰酒3杯，而不會失去統治權力。這和中華文化自古按孔孟遺言和三代聖王禮樂為標準的追求目標，恐怕都是相背而行吧。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訂閱、熱推還有分享呀！這裡是花散裡，我們下期再見。